今天我们来看看台湾最凄凉的10个景点，这些地方曾经风光无限，人潮拥挤，最后却逐渐没落，甚至空无一人。一处景点甚至被称作全球最恐怖的地狱，而第一名的下场更是令人唏嘘不已。我们将从第10名一路说到第1名，一起深入探讨他们是如何从繁华走向萧条的。第10名，碧潭风景区。位于新北市新店区的碧潭风景区，曾是台湾老一辈心中的经典胜地。早年碧潭与日月潭、阿里山等并列8景12胜，是情侣约会和游客踏青的热门地点。那里有一座优美的吊桥，横跨翠绿潭水，白天可以租小船游湖，夜晚灯火点点倒映在水面，有碧潭月色的美誉。然而时移世易，如今的碧潭早已不复当年盛况。平日里岸边商家冷冷清清，偶尔只有几位长者垂钓或散步。官方统计数字或许显示每年有上百万的人次造访，但在地商家却感叹哪有那么多人，以前假日人挤人，现在平日几乎没客人。原来统计里不少人只是通勤经过或短暂停留，真正留下消费的观光客远不如往昔。过去热闹的摊贩街，如今一半店面都拉下铁门等待招租。碧潭的没落反映出传统风景区在没有创新下难以持续吸引年轻世代。虽然自然景色依旧优美，但少了新的亮点，人们看过一次便兴致缺缺。碧潭的例子告诉我们，再美的风景也需要持续经营，不然昔日的浪漫胜境也可能沦为今日的冷清角落。第9名，小乌来天空步道。桃园复兴区的小乌来风景区，凭借壮观的瀑布和原始森林，本是一处清幽的山林秘境。2012年时，景区新增了一个轰动全台的设施——晴玻璃天空步道。这座悬空于瀑布顶端的透明步道，曾让无数游客趋之若鹜。大家排着长队，只为体验凌空踏步的刺激感受。天空步道启用初期盛况空前，周末常涌入大批人潮。游客为了只为一睹瀑布脚下的悬空美景，不惜在烈日下等上好几个小时。然而热潮退去后，小乌来的游客数直线下降，许多人发现走上步道也只是不足10公尺的玻璃桥面，惊艳感转瞬即逝，拍完照就无事可做。曾经大排长龙的天空步道售票处，如今假日时也不见拥挤，人们3-5分钟就能入场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2013年一场台风豪雨，让景区著名的风洞石滚落山谷。这块能随风摇晃的平衡巨石本是小乌来另一个招牌奇景，它的消失仿佛象征着此地观光荣光的终结。没有了风洞石，小乌来剩下一座瀑布和一条曾经风光的玻璃桥。当年让人腿软心惊的天空步道，现在反倒显得空荡荡，偶尔只有3辆游客匆匆走过。小乌来天空步道的兴衰，正是一出观光界的素食神话，凄凄轰动一时。但如果没有持续创新和周边配套，最终也逃不过被遗忘的命运。第8名，石门水库及仙岛乐园。桃园石门水库在60多年前建成时，不仅是北台湾的重要水利工程，也是一处盛极一时的观光景点。碧绿的湖水，雄伟的大坝，加上可以品尝活鱼三吃的餐厅，吸引了大量游客。更有创意的是，当年水库戏水区有一座小岛，岛上原是泰雅族部落，后来被打造成一个名为仙岛乐园的观光乐园，游客需搭小船登岛，便可观赏原住民传统舞蹈表演，还有简单的游乐设施。60年代，仙岛乐园一度盛况空前，周末时每日上万人次登岛游玩，载歌载舞，好不热闹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随着时代变迁和观光选项增多，新鲜感渐渐消退。到了后来，仙岛乐园门可罗雀，维护不易，逐渐荒废，岛上的居民也陆续迁出，只留下残破的建物和沉寂的码头。整座小岛仿佛被遗忘一般，从热闹乐园变成废墟孤岛。有媒体形容石门水库的观光梦毁了整座村子，因为仙岛部落最终因乐园兴衰而消失殆尽。如今游客再访石门水库，多半已不知当年仙岛的存在，只能透过老照片和长者艺术，才能想象那段水库游乐园的传奇。石门水库本身近年也面临观光热度下降的问题。早年许多人兴奋来看大坝泄洪的壮观，如今却嫌弃
不就是水库吗？加上石油干旱导致水位暴跌，裸露的湖底黄土让景色大打折扣。岸边曾有的儿童乐园和渡轮码头也因缺乏游客而废弃荒凉。石门水库的兴衰提醒我们，人造的观光繁华如昙花一现，当新奇感退却，留下的可能只是断垣残壁和一声叹息。第7名，溪头妖怪村。南投溪头森林优胜风景区旁边有一座充满日本妖怪主题的商店街，名为溪头妖怪村。这原本是业者为了活络溪头观光而在2011年打造的主题村落，融合日本传说中的妖怪元素，如河童、天狗、猫妖等，处处是卡通雕像与怀旧日式建筑。妖怪村刚开幕时一炮而红，网络上疯传南投出现妖怪村的消息，周末游客大量涌入，商家前排起长龙。红不让的面包坊甚至传出日卖千条妖怪吐司的佳话。当时许多人专程开车上山，只为一睹妖怪村的新奇，体验那里的和风、街道和每日下午的鬼怪游行表演。然而短短几年后，妖怪村的热潮明显退烧。有游客吐槽说，去过一次就够了，因为村内除了拍照打卡、买纪念品和吃饼干，实际内容并不丰富。妖怪村的摊位后来越来越单调，多数只剩卖些一般小吃和纪念品，缺乏更新的创意。一成不变的体验让回头客锐减，不少第一次来的新客也觉得名气大于实质，拍个照不到半小时就逛完，颇为失望。如今的溪头妖怪村，假日时虽还有一些人潮，但已难复当年那种人山人海的盛况。商家也明显感受到生意冷清，许多装饰开始老旧破损，无人维护，员工人数缩减，热闹气氛不在。不少人在网上直言妖怪村是鸟地方，表示去过一次便不会再去第二次。毕竟妖怪村最初靠话题取胜，但缺乏深入文化内涵支撑，最终难逃新鲜感消退的命运。这也说明了观光景点不能只靠噱头，一旦热潮过去，如果没有持续改进，曾经的妖怪也可能沦为冷清的幽灵村。第6名，彩虹眷村。台中市的彩虹眷村原本只是小规模的退役农民聚落，却因一位老兵爷爷的彩绘艺术而一举成名。那位人称彩虹爷爷的黄老先生，10多年前开始在自己住的眷村墙壁和道路上尽情作画，将灰暗老房子变成了色彩缤纷的童话世界。2010年前后，网络上流传彩虹眷村的照片，引发极大关注。媒体报道这位老兵用缤纷图案留住旧村庄的事迹，更煽起一波热潮。彩虹眷村一度成为台湾甚至海外旅客打卡必访之地，每年吸引数十万人来访拍照。村里原计划拆迁的老房子因游客暴增而获得保存，地方政府也介入整修，增设步道和管制路线以保护彩绘。不过随着时间推移，彩虹眷村也面临着热度下降和商业化的困境。首先，眷村范围很小，不到10户人家的区域5分钟就能走完。许多专程赶来的游客发现绕一圈很快结束，难免觉得意犹未尽。一些外国旅客甚至抱怨园区缩水，几分钟就逛完。其次，为了保护壁画不受人触摸破坏，部分区域拉起了绳索和挡板，反而影响拍照观感。有些原本鲜艳的图画经风吹日晒逐渐褪色，需要补漆维护。然而新的颜料色调又与原作略有不同，让老访客感叹少了最初的味道。此外，村中开始出现贩卖纪念品与小吃的商店，商业气息变浓。尽管彩虹爷爷依然每天热情地在村口和游客挥手合影，但可以明显感到游客数不如巅峰时期。加上近年大陆团客减少，疫情影响观光，彩虹眷村一度变得相当冷清。有人担心，当90多岁的彩虹爷爷有一天无法再作画时，这个彩色童话村是否还能继续下去？彩虹眷村的兴衰提醒我们，一个景点的诞生如果完全靠偶然和网红效应，缺乏长远规划，随着话题退烧，就可能再度面临被遗忘的命运。保存一时容易，永续经营却很难。彩虹眷村未来何去何从，值得各界深思。第5名，集集火车站。南投县集集镇因集集线铁路而闻名，全长仅29公里的支线火车穿梭于田野乡村，终点是风光明媚的车城。集集火车站是这条支线上的中途站，
更是在1999年921大地震后声名大噪。当年集集正好处于地震震央附近，老火车站月台遭毁损，车站招牌歪斜坠地的景象被广为报道，成为地震见证物。灾后重建时，地方将残破月台遗迹保存展示。新建的木造车站古色古香，周边还规划了地震博物馆和绿色隧道，借由伤痕转化观光亮点。一时间，全台各地的人涌入集集，既搭小火车看震后遗迹，也顺道品尝香蕉、蛋卷等在地特产。2000年代初期，集集县可谓风光无限，每年带来上百万观光人次，镇上商家林立，假日人潮摩肩接踵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数年后921地震的话题性逐渐减弱，来客开始减少，集县虽风景秀丽，但缺乏持续更新的活动，回流游客有限。更严重的是2021年集县因边坡坍方和隧道老旧问题，不得不部分停驶检修，小火车无法开到集和车城，观光客顿时骤减。据统计，停驶期间集观光人数锐减将近70%，许多伴手礼店和脚踏车出租店撑不下去，只好歇业。有的店面甚至改做娃娃机生意苦撑。昔日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前，如今平日时常空荡，偶尔只有流浪狗在月台附近闲晃。镇公所统计显示，集停驶后每月游客仅剩不到1万人次，和高峰时期动辄20-30万人次相比，判若两地。所幸经过多年修复，集支线终于在2026年初全线通车，再次传来火车鸣笛声。当地居民和商家都热切期盼失去的人潮能够回流，再现当年集观光的荣景。然而教训是深刻的，集火车站的没落告诉我们，观光荣景若只是建立在一时事件或怀旧热潮上，一旦失去支撑，地方经济就会陷入萧条。如何在热潮退去后注入新元素，是所有观光小镇必须面对的课题。第4名，南天宫18层地狱。在彰化八卦山风景区的南天宫里，藏着一个许多人童年噩梦般的景点18层地狱鬼屋。这个建于1971年地狱展览馆，是用电动机关还原传说中地府受刑情景的教育性景点。走进幽暗的地宫，阴森的声效此起彼伏，鬼哭神嚎，铁链碰撞，令人毛骨悚然。馆内依次呈现拔舌地狱、油锅地狱、剖腹地狱等18种酷刑，以及奈何桥、孟婆汤等阴曹传说场景。一尊尊塑像在暗淡灯光下缓慢动作，狰狞恐怖。对于彰化在地人而言，南天宫18层地狱是许多人小时候又爱又怕的回忆。许多爸妈带着小孩去闯鬼屋，孩子常常被吓得哇哇大哭，有的半途就哭喊着要离开。也有人小时候故作勇敢嘲笑道具太假不怕鬼，但再去几次后反而开始害怕，夜里做噩梦不敢调皮。因为这份震撼体验，有游客戏称这里简直是全球最恐怖的地狱之一。在他们看来，世界各地的鬼屋都比不上这座台式地狱来得逼真吓人。南天宫的18层地狱虽然设备老旧，却自有一种诡谲氛围，反而成了独特的吸引力。门票多年维持在50元台币的佛心价，一张票可以让游客在阴森地狱里待上一整天，如果他受得了的话。然而如此经典的可怕景点，近年也面临游客锐减的尴尬。年轻一代接触西式万圣节派对、密室逃脱等新潮娱乐多了，对这种老派机关鬼屋反而兴趣缺。加上八卦山区交通不便，不少外地人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。南天宫地狱在彰化人心中的地位无可取代，但对外地年轻客来说，吸引力已不如过去。曾经人来人往的地狱入口，如今平日多半空空荡荡，只在暑假或鬼月时才热闹些。南天宫18层地狱的故事，也许不像其他景点那样是兴衰商业教训，却见证了一种本土文化景观的起伏。它吓哭过一代又一代孩童，但在娱乐形式多元的今天，他自己也面临被时代遗忘的危机。或许未来他会以童年阴影的姿态重新走红网路，但若无创新，他终究可能退居历史角落，成为台湾观光奇景中的一段传说。第3名，宜兰吉米公园。宜兰市区为了塑造文化观光特色，
特地以知名绘本作家吉米利奥的作品为主题，在火车站附近打造了好几处吉米公园和广场。2014年前后，随着吉米绘本改编电影的热映，这些色彩缤纷、童话氛围浓厚的装置艺术一夜爆红，像是车站前的幸福转运站，里头有男孩和大象造型的公车，月台上站着撑伞的少女与长颈鹿，还有天上飞舞的气球，不远处还有吉米星空列车、雕塑和掉落天空的书本。艺术墙，一时间，宜兰火车站摇身一变成为热门打卡点，许多游客专程搭火车到此，就位于可爱梦幻的吉米公仔合影。起初周末人潮络绎不绝，带动附近摊贩小吃生意，也被视为老城区再生的成功范例。然而几年过去，吉米公园热度渐趋平淡。首先，公园范围其实不大，几组雕塑集中在车站周边，游客绕圈拍拍照，不到1小时就结束行程。许多人感叹，除了拍照没其他，缺乏深度体验。其次，户外的雕像装置长期风吹日晒，有些颜色褪去鲜艳，有些机关原本会动，如今损坏停摆，维护明显跟不上。对第一次造访的人来说也许新奇，但回访的游客看到一成不变甚至日渐破损的设施，难免兴致缺缺。另外，宜兰的观光客大多奔往郊区的山海景点或温泉、美食，市区停留时间有限，当新鲜感减退后，吉米广场对游人的吸引力相对就更低。结果，当初造价不菲、宣传响亮的吉米主题区，渐渐变成人烟稀少的空地，只有通勤的居民匆匆经过。地方政府本希望靠吉米公园振兴宜兰市区观光，但短期的打卡热潮过后，如果没有持续投入活动或更新作品，文化造景也难逃昙花一现。吉米公园的经验显示，文创景点如果沦为单纯的摆设拍照点，在社群媒体热潮过去后，很快就会失去活力。当初那份童话浪漫还在，但少有人再驻足细看，这正是最令人惋惜的地方。第二名，台东水往上流。台东县东部海岸有一处曾经广为人知的奇景，水往上流。它其实是一条位于公路旁的灌溉水渠，因地形和视觉错位，远看仿佛水往上坡流动，实际上只是错觉。这个现象在890年代被当作一项地理奇观来宣传，一度吸引许多观光客特地绕路前来一探究竟。旅游手册上大书特书，神奇的水逆流而上，不少人满怀期待地抵达现场。然而，真实景象往往令人大失所望。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窄窄水沟，旁边立了块写着“水往上流”的大石碑。游客惊呼：就这样？因为若非细心体会，甚至看不出水有什么逆流的感觉。许多人发现自己被照片和传说夸大了想象，现场看到的只是水流缓慢的小沟渠，毫无壮观可言。于是，水往上流很快被评为全台最雷的景点之一。网络上大量吐槽出现，除了旁边卖的香肠好吃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人生最无聊景点5秒钟解散。曾几何时，旅行团的游览车还固定停靠此处，让游客下车观看，只为让大家回程路上多个谈资。但如今，多数游览车司机干脆略过不提，免得乘客下车后抱怨上当。有心的旅人即使来到此地，也多半匆匆拍张照证明到此一游，接着转身买串炭烤香肠，全当安慰。附近商贩苦笑表示，游客只能在这里吃香肠，因为没其他事可做了。近年来，随着台湾人旅游口味转向深度体验，这类纯噱头的景点已见遭淘汰。水往上流，如今常常空无一人，只有那块孤零零的石碑还矗立在风中。偶有路过的当地人看到外地游客停车张望，还会善意提醒，别太期待，就一条水沟啦。水往上流的兴衰实在耐人寻味，它起于人们对奇观的好奇，败于人们对现实的不满。对比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活动，这种单薄的视觉噱头注定无法长久。如今，它已成为国旅爱好者茶余饭后调侃的笑柄，也给旅游宣传敲响了警钟。夸大不实的卖点或许能短暂诱来人潮，但最终只会招致失望，让景点自己走向没落。第一名，嘉义高跟鞋教堂。冠军宝座当属嘉义布袋镇的高跟鞋教堂。
这座外形宛如一只巨型玻璃高跟鞋的建筑，曾寄托了地方振兴观光的厚望，甚至创下金氏世界纪录。然而它的结局之凄凉，实在令人不胜唏嘘。高跟鞋教堂建于2016年，高约17公尺，用1200多根钢架和300多片蓝色玻璃打造，造价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。刚落成时，它以全世界最大高跟鞋造型建筑物之名申请金氏世界纪录，并获得认证，一时间风光无两。超过300家国际媒体争相报道这项奇特建筑，将其视作台湾新地标。高跟鞋教堂的灵感据说来自在地一个凄美故事。早年嘉南沿海流行乌角病，一位新娘子婚前因病截肢，无法穿上美丽的高跟鞋步入礼堂，于是官方新建这座玻璃高跟鞋，象征替那些遗憾的新娘们圆梦，迎向幸福人生。如此动人的故事，再加上独特亮眼的造型，高跟鞋教堂一度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。初期每到假日人潮汹涌，大家在巨型高跟鞋前拍照打卡，年轻女孩们更视此地为梦幻婚纱照景点。布袋这个原本宁静的滨海小镇忽然热闹起来，摊贩云集，塞车成日常。可是热闹没能持续太久，很快的，人们发现高跟鞋教堂除了外形可看，内部其实空荡无物。它虽号称教堂，却既无宗教活动，也没有任何常设展览，只是一座巨大的空壳建筑。游客拍完照不到半小时便无事可做，甚至连遮阳避雨的地方都有限。周边荒凉的盐田和渔温，无其他配套景点，许多人驱车老远来此，很快兴致阑珊。随着媒体热度消退，高跟鞋教堂的人气直线下滑。工作日常常门可罗雀，寥落的停车场上几乎看不到观光游览车的影子。曾几何时挤满人群的高跟鞋跟前广场，如今杂草丛生，有时只有野狗懒洋洋地踱步经过。2020年有媒体报道，直击高跟鞋教堂现场，感叹野狗比游客还多。这座创下世界纪录的建筑竟落得如此下场。网友更封它为全台最无聊景点的冠军，嘲讽除了大太阳底下看一只鞋，不知道能干嘛。本想靠它振兴观光的云嘉南风景区管理处也相当尴尬，一度尝试举办婚纱摄影比赛、装置艺术展等活动来增加吸引力，但都未能扭转颓势。如今高跟鞋教堂静静矗立在海风中，成了一座典型的观光蚊子馆，一指空置闲置，只有蚊子居住的建筑。它耗费巨资建成，拆又拆不掉，维护更是一笔支出，成为地方政府难以处理的包袱。高跟鞋教堂的故事堪称台湾观光界的经典教训，单靠独特造型和炒作话题创造出的人气，如无实质内涵和后续营运规划，终究只是昙花一现。从万众瞩目到门庭冷落，这双巨大的玻璃鞋仿佛在诉说一个现代版的灰姑娘梦碎故事。看完以上这10个兴衰故事，不禁令人感慨万千。曾经游客如织的景点，为何落得凄凉下场？综合来看，很多时候问题出在一开始的兴盛只是靠噱头或短暂话题，缺乏长远经营。台湾的观光产业常出现一窝蜂现象，某地红了，大家一拥而上，热潮退了，瞬间人去楼空。在这过程中，有些地方过度开发、商业化，反而毁掉原有风貌；有些则投资新建华而不实的设施，没有真正贴近游客需求。从碧潭的古老胜景到高跟鞋教堂的现代造景，每个没落景点的背后都有独特的原因。然而他们的教训却是共通的，观光不能只是镜花水月，不能靠建设即成功的幻觉。真正能长久吸引游客的地方，往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、自然之美，或是不断创新的内容。例如日月潭、故宫等经典景点历久不衰，是因为它们本身价值丰富且持续提升服务。反观上述这些一度爆红的地点，多数缺乏扎实内容和持续改进，终究被游客遗忘。也许有人会说，至少这些景点红极一时，带动过地方经济。然而昙花一现式的繁荣之后，遗留的空虚更令人感到失落。热闹时，当地投入大量资源接待人潮，冷清后却必须面对倾颓设施与后续维护成本。甚至某些景点的没落，对居民心理也是种打击。曾经繁华变萧条，
落差使人更加无奈。那么未来呢？台湾的观光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？也许我们该从这10个故事中吸取教训，少一点急功近利的造景，多一点脚踏实地的深度。在开发新景点时，要思考5年、10年后它是否仍有吸引力。在宣传亮点时，要诚实呈现价值，而非过度包装。另一方面，对于曾经没落的景点，也并非全无转机。有些地方正尝试2次重生，例如集集火车站随着铁路复驶，正努力重现生机。碧潭风景区也在规划新的水岸设施，以期吸引年轻族群。只要找对方向，持续创新，昔日的遗珠未必不能成为明日的明星。最后回望这些最惨景点的变迁，我们会发现观光潮起潮落本是常态，有兴盛就有没落，没有永远爆红的景点，只有与时俱进的经营。当巨大的高跟鞋孤零零地伫立在海边，昔日的妖怪村变得门可罗雀，我们不需要一笑置之或一味嘲讽，更该反思台湾观光曾犯的错，走过的弯路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未来打造出既吸引人又能长久永续的观光环境。希望有朝一日，这份最惨景点榜单不再新增新的名字，而曾经上榜的他们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重生之路。